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家里长辈的早餐好像几十年都没变过样。天刚蒙蒙亮，老人就起床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淘米熬粥，小火慢炖半个小时，熬出一锅米油厚厚的白粥，然后从坛子里夹出一小碟咸菜，摆上2个热馒头，一家人的早餐就准备好了。老人总说年纪大了，牙口不好，肠胃也弱，就喝点粥最舒服，清淡养胃比吃那些大鱼大肉强多了。身边的亲戚朋友也都这么说，老人嘛，就该吃点软的、烂的、好消化的。几乎所有人都把白粥配咸菜当成了老年早餐的标准答案，觉得这是最稳妥、最养胃的吃法。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句可能颠覆你认知的话，这种被绝大多数家庭奉为养胃标杆的早餐，恰恰是很多老人营养不足、血糖不稳、肌肉流失的隐形推手。很多家庭给老人做早餐第一步就走错了，而且一错就是几十年。你可能会觉得我危言耸听，粥怎么会不好？老人喝了一辈子粥，不也好好的？我不是说粥本身不好，而是说只喝粥，只吃清淡精白的食物，完全跟不上老人身体的真实需求。我们总以为老人消化差就要吃最软、最没负担的食物，却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事实：老人的消化能力虽然下降了，但对营养的需求不仅没减少，反而比年轻人更高。真正的长寿早餐从来不是越清淡越好，也不是越软烂越好，而是在好消化的基础上，保证足够的营养密度，稳住血糖，护住肌肉，养住肠胃。今天我就把老年早餐的底层逻辑、实操方法、特殊人群的注意事项一次性给大家讲透，看完你就知道给老人做早餐到底该怎么吃才对。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。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，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，超过一半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，肌肉衰减综合征的发生率高达 30%。 什么是肌肉衰减综合征？简单说就是肌肉量悄悄减少，肌肉力量下降，走路没劲，容易摔倒，免疫力也跟着变差。很多人觉得老人年纪大了，走路慢，力气小是正常的，其实不是，很大程度上是吃出来的。肌肉是老人的长寿本钱，肌肉量充足的老人不仅行动灵活，不易摔倒，就连患慢性病、感染疾病的风险都要低很多。而肌肉的合成靠的就是每天足量的优质蛋白质。一碗白粥配咸菜，蛋白质含量微乎其微，碳水占了绝大多数，长期这么吃，肌肉没有原料合成，只会一天天流失。等你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是走路打晃，稍微动一动就累的地步了。这就是我们要打破的第一个迷思，老人早餐越清淡越好。很多人把清淡理解成了素、稀、少，顿顿白粥咸菜，一点肉蛋都不敢放，怕不消化，怕血脂高。但清淡的真正含义是低油、低盐、低糖，营养均衡，而不是只吃碳水，不吃蛋白。老人的肠胃虽然弱了，但身体修复、维持免疫力、保住肌肉，都需要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这些营养。缺了哪一样，身体都会出问题。第二个迷思，喝粥养胃，老人就要顿顿喝粥。很多人对粥的养胃功能深信不疑，觉得粥软烂，不用嚼，到胃里直接就能消化，不给肠胃添负担。短期来看，肠胃虚弱的时候喝2天粥确实舒服，但长期把粥当早餐主力，反而会让肠胃越来越弱。这就是用进废退的道理。我们的肠胃就像肌肉一样，长期不用就会退化。长期吃这种几乎不用消化的稀软食物，肠胃的蠕动能力、消化液的分泌能力都会慢慢下降，肠胃会变得越来越懒。到最后，稍微吃一点硬的、油的、纤维多一点的食物就消化不了，胀气、胃疼、反酸全都来了。反而那些适度吃些杂粮、蔬菜、固体食物的老人，肠胃功能保持得更好。而且白粥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升糖太快。精白米熬成粥之后，淀粉充分糊化，进入肠胃之后，几乎不用怎么消化，很快就被分解成葡萄糖，吸收进血液。白粥的升糖指数能达到80以上，和喝白糖水差不了多少。年轻人胰岛功能好，能快速分泌胰岛素，把血糖降下来。但老人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在退化，这么一刺激，血糖猛地升上去，又很快掉下来，一天到晚像坐过山车。时间长了，胰岛越来越累，糖耐量异常，糖尿病就找上门了。就算没有糖尿病，血糖大起大落也不好，升上去的时候犯困没精神，降下来的时候心慌头晕，饿得快，上午90点就浑身没劲，反而影响状态。第三个迷思，老人起得早就该早吃早餐，很多老人5、6点就醒了。
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做饭吃饭，觉得早起早吃符合早睡早起身体好的规律。但其实夜间我们的肠胃处于休息状态，消化液分泌很少，肠胃蠕动也很慢。刚起床的时候，肠胃还没醒过来，这时候马上吃饭，会突然加重肠胃的负担，消化吸收的效率也不高。正常来说，起床后先喝一杯温白开水，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，稍微活动活动，走走路，收拾收拾家务，等半小时到1小时，大概7点到9点之间再吃早餐，是最合适的。第4个迷思，早餐吃多吃少无所谓，中午补上就行。很多老人早上没胃口，随便吃2口，甚至不吃，觉得中午多吃点就补回来了。但早餐其实是一天中营养吸收效率最高的一餐。经过1晚上的休息，身体正处于急需补充能量和营养的状态，这时候吃进去的营养能被更好的吸收利用。如果早餐不吃或者吃不好，上午很容易出现低血糖、头晕、心慌、手抖，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老人，风险特别大。而且饿了一上午，中午很容易吃多吃快，反而加重肠胃负担，也容易吃进去过多的热量，对血糖、血脂都不好。全天的营养分配，早餐占 30%， 午餐占 40%， 晚餐占 30%， 才是最合理的。说了这么多误区，大家肯定想问，那老人的早餐到底该怎么吃才对？其实说复杂也复杂，说简单也简单。核心就是做好4件事：主食粗细搭配，蛋白足量充足，果蔬合理搭配，油盐严格控制。做好这4点，普通的家常食材就能吃出长寿的效果。先说说第1点，主食换一换，粗细搭配是核心，拒绝纯精白。主食是早餐的基础，提供一上午需要的能量。老人的早餐不能没有主食，也不能全是精白主食。很多老人早餐就是白粥、白馒头、白面条、白面包，全是精米白面做的，看起来好消化，但营养单一，升糖太快，长期吃对身体不好。也有一些朋友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听说杂粮好，就给老人吃全杂粮粥、杂豆饭，煮的还不够软烂，老人咬不动，消化不了，吃完胀气、胃疼，反而伤了肠胃。这2种做法都不对。正确的做法是粗细搭配，精米白面为主，粗杂粮和薯类替换掉1/3到1/2的精白主食，兼顾好消化和营养。哪些杂粮适合老人吃呢？不是所有杂粮都适合老人，像整粒的玉米、糙米、荞麦，口感比较粗糙，纤维粗，老人吃了容易不消化。更适合老人的是口感温和，容易煮烂的种类，比如小米、燕麦、藜麦、大黄米，还有薯类的红薯、山药、南瓜、芋头、土豆。这些食材淀粉含量高，口感软糯，营养丰富，煮烂之后特别好消化，对肠胃的刺激也小。搭配比例上，肠胃功能正常，没有严重胃病的老人，精米和杂粮的比例可以做到1:1，一半精白，一半杂粮，营养更均衡。肠胃比较弱，容易胀气反酸的老人，就按2:1的比例，2份精米，1份杂粮，慢慢适应，不要一下子加太多杂粮，给肠胃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做法上也有技巧，杂粮提前泡2到4个小时，夏天可以放冰箱里泡，泡软了再和大米一起煮，煮出来的粥软烂粘稠，老人吃着不费牙，也好消化。比如小米南瓜粥，小米提前泡半小时，南瓜切小块，和小米一起煮20分钟，煮到南瓜融化在粥里，香甜软糯，特别好喝。还有燕麦大米粥，用生燕麦片，不是那种速溶的，和大米一起煮，煮出来黏糊糊的，膳食纤维丰富，升糖也慢。如果老人不爱喝粥，想吃固体主食，就选蒸红薯、蒸山药、蒸玉米，或者杂粮馒头、杂粮发糕。发面的食物比死面的好消化，因为发酵的过程中，酵母菌会分解一部分植酸和淀粉，肠胃更容易吸收。主食的量大概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量，比如1碗粥加半块红薯，或者1个杂粮馒头加1小碗粥，差不多就够了。不要吃太多，不然上午容易犯困，也不要吃太少，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。这里还要避几个坑。第一个坑，把油条、油饼、煎饺、炸糕当主食，这些食物都是油炸的，油脂特别多，热量高，还不好消化。老人吃了容易反酸、胀气，长期吃还会升高血脂，对血管不好。尽量少吃，最好不吃。第二个坑，吃甜面包、蛋糕、点心当早餐，这些东西加了大量的糖和油，升糖快，营养差，除了长胖和升血糖没什么好处。第三个坑，完全不吃主食，只吃鸡蛋牛奶。没有主食提供能量，蛋白质就会被当成能量消耗掉，浪费了营养，上午也容易没力气。
接下来是第2点，蛋白不能少，每餐都要有，护肌肉，提免疫。我一直跟大家说，蛋白质是老年早餐的灵魂，没有蛋白质的早餐等于白吃。很多老人的早餐，粥、馒头、咸菜，全是碳水，一点蛋白都没有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老人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 1.0 到 1.2 克蛋白质，如果有慢性病、身体虚弱，还要加到 1.2 到 1.5 克。比如一个60公斤的老人，每天就要吃60到72克蛋白质，早餐要占到1/3，也就是20克左右。很多人对20克蛋白质没概念，一个鸡蛋大概有7克蛋白质，一杯250毫升的牛奶大概有8克，加起来就是15克。再吃一小块豆腐或者1-2片瘦肉就差不多够了。听起来不多，但很多老人连一半都达不到。先跟大家破除一个流传很久的误区，老人不能多吃鸡蛋，胆固醇高，这个说法早就过时了。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取消了每天胆固醇摄入的上限。食物里的胆固醇对血液里胆固醇的影响很小，真正影响血脂的是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。鸡蛋是性价比最高的优质蛋白来源，不仅蛋白质含量高，好吸收，还含有卵磷脂、叶黄素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D 这些对老人特别好的营养。每天一个鸡蛋对血脂正常的老人完全没问题，就算是血脂高的老人，每天吃一个鸡蛋也不会有事。那早餐的蛋白质该怎么选？优先选优质、好消化的种类。第一梯队就是鸡蛋和牛奶，这2个是黄金搭配，几乎家家都有，方便又便宜。鸡蛋最好的做法是水煮蛋和蒸蛋羹，营养保留最完整，也好消化。牙口好的吃水煮蛋，牙口不好的就做蒸蛋羹，滑滑嫩嫩的，入口即化，还可以在蛋羹里加一点虾仁、碎青菜，营养更丰富。尽量不要吃煎蛋、炒蛋，油太多也不好消化。牛奶选纯牛奶就可以，怕胖的可以选低脂奶。如果老人喝牛奶拉肚子、胀气，就是乳糖不耐受，可以换成舒化奶或者无糖酸奶。酸奶里的乳糖已经被分解了，不会胀气，还含有益生菌，能调理肠胃，特别适合肠胃弱的老人。注意要选无糖酸奶，不要选那种加了很多糖的风味酸奶。如果老人不爱喝牛奶或者素食，就换成豆浆。大豆蛋白也是优质蛋白，还含有大豆异黄酮，对女性老人特别好。豆浆要自己煮，煮透煮熟，不要买外面的甜豆浆，加了很多糖。也可以吃豆腐脑，少放卤，少放盐，清淡一点，也是很好的蛋白来源。如果老人胃口好，身体比较虚弱，需要多补蛋白，还可以再加一点固体蛋白食物，比如1-2片酱牛肉，1小块清蒸鱼，几片卤鸡胸肉，或者1小块豆腐，几个虾仁。不用多，1两左右就够，既能补充蛋白，又不会加重肠胃负担。这里也要避几个坑。第一个坑，完全不吃蛋白，早餐全是碳水，这是最常见的错误，长期下来肌肉流失，免疫力下降，一定要改。第二个坑，蛋白质吃太多，一顿吃3-4个鸡蛋或者1大碗肉。老人的消化能力和肾脏功能都下降了，蛋白质太多会加重肾脏负担，也消化不了，适量就好。第三个坑，用加工肉制品当蛋白来源，比如香肠、腊肉、火腿，这些东西盐多，添加剂多，还含有致癌物，尽量少吃，最好吃新鲜的肉蛋。第三点，果蔬加一点膳食纤维补到位，稳血糖，通肠道，这是绝大多数家庭早餐最容易忽略的一步。很多人觉得早餐就是主食加蛋白，蔬菜中午晚上吃就行，水果饭后吃。但其实早餐加一点蔬菜和水果，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好处特别多。首先，膳食纤维能延缓碳水的吸收速度，让血糖升得更平稳，不会一下子飙升，就像在肠胃里铺了一层滤网，让糖分慢慢吸收，对血糖高的老人特别友好。其次，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增加粪便体积，预防老人便秘。很多老人都有便秘的问题，靠吃泻药、开塞露治标不治本，早餐加一点蔬菜，补充膳食纤维，慢慢就能改善。还有，蔬菜和水果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植物化学物能提高免疫力，保护血管，抗氧化，延缓衰老。很多老人觉得要多早餐做蔬菜麻烦，其实特别简单，不用炒不用炖，凉拌就最好。比如黄瓜洗干净拍一下，放一点醋，一点香油，一点点盐，2分钟就做好。番茄切小块，撒一点点白糖，或者直接生吃，酸甜开胃。生菜、油麦菜洗干净，蘸一点黄豆酱，清爽解腻。或者煮粥、煮面的时候，快熟了，扔一把小青菜、菠菜，烫1分钟就熟，一点都不费时间。
早餐的蔬菜不用多，一小碟，大概半个拳头的量就够了。种类可以经常换，今天黄瓜，明天番茄，后天菠菜，换着花样吃，也吃不腻。水果的话，尽量选低糖、温和的种类，比如苹果、梨、蓝莓、草莓、猕猴桃、橙子。早餐可以吃小半个，或者切成小块放在粥里，也可以放在上午两餐之间当加餐。不要吃太多，也不要吃太甜的水果，比如荔枝、芒果、榴莲，升糖太快，对血糖不好。也不要空腹吃太酸的水果，比如山楂、李子，会刺激胃黏膜，肠胃弱的老人容易反酸胃疼。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绝对不能用咸菜、酱菜代替蔬菜。很多老人早餐就着咸菜吃，觉得也是菜。但咸菜是高盐食物，一小碟咸菜就有2-3克盐，还含有亚硝酸盐，长期吃对血管、对胃都不好。新鲜蔬菜的营养是咸菜永远比不了的，宁可少吃一点菜，也不要用咸菜代替。第4点，油盐控一控，避开隐形雷区，护血管，降负担。我们总说老人饮食要清淡，清淡的核心就是少油、少盐、少糖。很多老人的早餐看似清淡，其实藏了很多隐形的盐和油，不知不觉就超标了。先说盐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每天每人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，大概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。老人因为血管、肾脏功能下降，更要控制盐的摄入，吃多了容易血压高、水肿、伤肾。很多老人早餐的盐主要来自咸菜、酱豆腐、榨菜、咸蛋这些腌制食物，一勺榨菜就有2克盐，一块酱豆腐就有3克盐。早上吃这么一点，一天的盐量就去了一半，中午晚上再放点酱油，这样肯定超标。还有一些隐形盐大家容易忽略，比如馒头、面包、挂面里，其实都加了盐，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配料表，选钠含量低的。那早餐怎么控盐？首先尽量不吃腌制食物，咸菜、酱豆腐、咸蛋这些，偶尔吃一次解解馋可以，不要天天吃。其次，调味多用天然食材的味道，比如番茄的酸、南瓜的甜、香菇的鲜、葱姜的香。用醋、柠檬汁、香油、蒜末、香菜提味，代替盐和酱油，一样好吃还健康。然后是控油，老人每天的油脂摄入量大概是25到30克，也就是2-3匙勺。早餐尽量用蒸、煮、炖、凉拌的烹饪方式，少煎、炸、炒。比如鸡蛋选水煮、蒸蛋，不选煎蛋、炒蛋；主食选蒸的、煮的，不选油条、油饼、煎包。很多老人爱吃的油条，一根油条的油脂就有10几克，吃一根半天的油就够了，还都是反复高温加热的油，对血管不好。还有糖，很多人煮粥、打豆浆喜欢放糖，觉得好喝，但老人吃糖多了，不仅升血糖，还会长胖，影响钙吸收。想吃甜的，可以用食材本身的甜味代替，比如粥里放南瓜、红薯、红枣、桂圆，自然的甜味比白糖健康多了。还有罐装的八宝粥、甜豆浆、甜牛奶都加了很多糖，尽量不要买，自己做更健康。以上这4点就是适合绝大多数健康老人的早餐黄金法则：主食粗细搭配，蛋白足量充足，果蔬合理搭配，油盐严格控制。照着这个原则搭配，不用买名贵食材，不用搞复杂花样，普通的家常饭就是最好的长寿早餐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朋友会问，我家里老人有慢性病，比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胃病，也能这么吃吗？当然不行。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，早餐要有不同的调整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接下来我就说说4种最常见的特殊人群，早餐该怎么吃，什么绝对不能碰，什么要多吃。第一种，糖尿病以及糖耐量异常的老人。糖尿病老人的早餐核心目标就是稳血糖，避免血糖大起大落。有几样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，碰了血糖直接飙升。第一样就是白粥、白米汤、面糊糊，尤其是熬得特别烂的白粥，升糖速度比白糖还快，喝完半小时血糖就能冲上去，千万不要喝。第二样是甜豆浆、甜牛奶、罐装八宝粥、甜面包、糕点，这些加了添加糖的食物，升糖快，热量高，一定要避开。第3样是油条、油饼、炸糕等高油食物，油脂会让血糖升高的持续时间变长，很难控制。那糖尿病老人早餐该怎么吃？首先，主食选低升糖的种类，用杂豆、燕麦、荞麦替换大部分精白主食，比如杂豆粥、红豆、绿豆、鹰嘴豆、芸豆，提前泡好，和少量大米一起煮，豆和米的比例1:1。
不要煮得太烂，稍微有一点颗粒感，升糖指数比白粥低一半都不止。也可以吃蒸玉米、荞麦馒头、燕麦片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主食的量要控制，大概半个拳头到1个拳头，根据自己的血糖情况调整。然后蛋白质一定要吃够，1个水煮蛋，1杯无糖牛奶或者无糖豆浆，蛋白质能增加饱腹感，延缓胃排空，让血糖升得更慢。很多糖友早餐只吃主食，不吃蛋白，血糖就容易波动。加上蛋白之后会平稳很多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一定要加蔬菜，而且要先吃蔬菜，再吃蛋白质，最后吃主食。这个吃饭顺序很多研究都证实过，能让餐后血糖降低 20% 到 30%， 效果特别明显。比如早餐先吃半碟凉拌黄瓜，再吃鸡蛋，喝牛奶，最后吃杂粮粥，血糖会平稳很多。水果尽量不要放在早餐吃，可以放在上午2餐之间，比如10点左右吃小半个苹果或者几颗草莓，一次不要多吃。第二种，高血压、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。高血压老人早餐的核心就是限盐、补钾、控油脂、保护血管，有几样东西绝对不能碰。第一样就是所有腌制食物，咸菜、榨菜、酱豆腐、咸蛋、香肠、腊肉，这些都是高盐大户，吃了血压直接升高，一定要彻底忌口。第二样是油炸、高脂食物，油条、油饼、煎包、肥肉、动物内脏，会升高血脂，加重动脉硬化，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第三样是浓茶、浓咖啡，空腹喝会刺激血管收缩，升高血压，还会加快心率，心脏不好的老人不要喝。高血压老人的早餐优先选高钾低钠的食物。钾是钠的克星，能促进身体里多余的钠排出去，帮助降低血压。主食可以多吃红薯、山药、土豆、燕麦，这些都是高钾主食。蔬菜多吃菠菜、芹菜、番茄、西兰花、海带，钾含量都很高。蛋白质选低脂的，比如鸡蛋、低脂牛奶、瘦牛肉、蒸鱼，补充蛋白的同时不会加重血脂负担。每天1杯牛奶，补充钙，也有助于稳定血压。调味的时候尽量用醋、香油、葱、姜、蒜、香菇，海带提鲜，少放盐、酱油、酱类。早上起床后先喝1杯温白开水，稀释血液，缓解血液粘稠，等半小时再吃早餐，避免血压尘封的时候刺激肠胃。第三种，肠胃虚弱、经常反酸、消化不良的老人。肠胃不好的老人，早餐的核心是温和、好消化、不刺激，保护胃黏膜，有几样东西绝对不能碰。第一样是生冷食物，凉牛奶、凉豆浆、生蔬菜、冰水果，会刺激肠胃，加重反酸、腹泻，尤其是空腹的时候，绝对不能吃。第二样是太硬、太粗糙的杂粮，比如整粒的玉米、糙米、大量杂豆，如果煮不烂，会摩擦胃黏膜，还容易胀气，肠胃弱的老人要少吃。第三样是油腻、辛辣的食物，油条、煎蛋、辣椒、大蒜，会刺激胃黏膜，加重炎症和反酸。第四样是大量的稀粥，汤汤水水。很多人觉得喝粥养胃，但反酸的老人喝太多稀的会增加胃里的压力，加重反流，越喝越反酸。肠胃弱的老人，早餐优先选发酵、软烂、温和的食物。主食首选发面食物，比如发面馒头、发糕、软面包。发酵后的食物，植酸被分解了，更好消化，还能中和胃酸，比喝粥更养胃。喝粥的话，不要喝太稀的，煮稠一点，少喝多餐，不要一口气喝1大碗。可以在粥里加山药、南瓜、莲子、芡实，这些都是健脾养胃的食材，温和不刺激，蛋白质选蒸蛋羹、豆腐脑、温牛奶、温豆浆，好吸收，不刺激肠胃。牛奶不要空腹喝，配着馒头、面包一起喝，就不容易胀气拉肚子。豆浆一定要煮透，不然容易胀气。蔬菜尽量吃熟的，比如烫熟的菠菜、生菜、煮软的南瓜、胡萝卜，不要生吃。量不要多，少量尝试，慢慢加量，让肠胃适应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早餐不要吃太饱，7、8分饱就可以。如果上午饿，可以在10点左右加一小餐，比如1小杯酸奶、1小块馒头、1小把坚果，少食多餐，减轻肠胃负担。饭后不要马上躺下，稍微活动活动，散散步，避免反酸。第四种，骨质疏松、肌肉量少、体弱乏力的老人。这类老人的早餐核心是补钙、补蛋白，促进肌肉合成，增强体质，有几样东西绝对不能碰。第一样是高盐食物，盐吃多了会加速钙的流失，
盐吃的越多，钙丢得越快，骨头越松。第二样是大量的浓茶、咖啡、碳酸饮料，会影响钙的吸收，加重骨质疏松。第三样是只吃碳水，完全不吃蛋白的早餐，没有蛋白质，肌肉合不成，钙也没法沉积在骨头里，补再多钙也没用。骨质疏松的老人，早餐一定要高蛋白、高钙。每天一个鸡蛋，蛋黄一定要吃，蛋黄里有丰富的维生素 D， 能促进钙吸收。然后一杯高钙牛奶或者无糖酸奶，补充钙和优质蛋白。如果不爱喝牛奶，可以吃豆腐、豆浆。大豆里的钙含量也很高，还有大豆异黄酮，对女性绝经后的骨质疏松特别好。还有一个补钙的好东西，就是芝麻酱。1小勺芝麻酱的钙含量差不多等于半杯牛奶，香浓好吃。早餐抹一点在馒头上，或者拌在凉菜里，补钙效果特别好。注意不要多吃，1天1小勺就够，不然油脂太多。主食正常粗细搭配，保证能量供应，可以加1小把坚果，比如核桃、巴旦木，2-3颗就够，补充优质脂肪和钙。最重要的是，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蛋白，还要补维生素 D。钙和蛋白结合才能合成肌肉，沉积在骨头里。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，除了吃蛋黄、深海鱼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晒太阳。早餐后出门晒10到15分钟太阳，就能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， 比吃补剂还管用。说到这儿，4种常见的特殊人群的早餐注意事项就跟大家讲完了，大家可以根据家里老人的身体情况灵活调整，不用生搬硬套。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，老人的早餐从来没有什么万能的长寿公式，也不是越清淡越软烂就越好。核心的本质是在好消化的基础上，保证足够的营养密度，让身体获得需要的能量、蛋白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同时不给身体添负担。我们总说养生，总说长寿，其实真正的健康从来都不是靠名贵的保健品，也不是靠什么神奇的偏方，就藏在每一天的一日三餐里，藏在每一口认真吃的饭里。1碗搭配合理的粥，1个营养全面的鸡蛋，1小碟新鲜的蔬菜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长期坚持下来就是最管用的长寿良方。也想跟屏幕前的老年朋友们说一句，不用盲目跟风别人的养生法，不用听别人说什么好就吃什么。每个人的肠胃不一样，身体状况不一样，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。不用追求绝对的健康，不用因为吃了一口咸菜就焦虑，吃得舒服，吃得踏实，吃完身体有劲，心情舒畅，就是最好的早餐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我们做晚辈的，多花一点心思，了解老人的身体需求，给长辈搭配一顿合适的早餐，比买多少昂贵的礼物都暖心，比说多少句注意身体都实在。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吃得香，睡得好，身体硬朗，精神饱满，舒舒服服地过好每一天。也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里收获健康和温暖。